上个星期六，我坐飞机回了中国。我的飞机是下午1点的，但是8月会有很多人坐飞机去旅行。我担心机场的人会很多，所以我打算早一点去机场。我早上6点半就起床了，洗脸刷牙以后，我收拾好了我的行李，准备去机场。我先在家门口的咖啡店吃了早饭，然后坐地铁去了火车站。在火车站，我买了大巴票，坐大巴去机场。从火车站坐大巴去机场要1个小时。到了机场以后，我找到了值机的柜台。可能因为我到得太早了，人不太多，只有10多个人在我前面排队。我等了20分钟左右就可以办理登机牌了。我先托运了我的行李，然后让工作人员帮我选择了靠窗的座位。拿到登机牌以后，我本来想先去吃一点东西，但是我不太饿，就直接去安检了。现在在米兰的机场安检不用把电器和液体从包里拿出来，也可以带水进去，我觉得很方便。但是可能只有这一个机场是这样的，因为之前我去米兰的另一个机场还是需要把东西都拿出来。过了安检以后，我还有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就在免税店里逛了逛。在机场吃了一些东西以后，我就上飞机了。从米兰到北京的飞机是9个半小时，中间我吃了2顿饭，其他的时间我都在看电影或者睡觉。9个半小时以后，我终于到北京了。下了飞机，过了海关以后，我就在转盘那里等着取行李。这个时候，我爸爸已经在机场等着接我了。取到行李以后，我到了出口找到了我爸爸，他给我带了早饭，我们就一起回家了。上个星期六，我坐飞机回了中国。我的飞机是下午1点的，但是在8月会有很多人坐飞机去旅行。我担心机场的人会很多，所以我打算早一点去机场。我早上6点半就起床了，洗脸刷牙以后，我收拾好了我的行李，准备去机场。我先在家门口的咖啡店吃了早饭，然后坐地铁去了火车站。在火车站，我买了大巴票，坐大巴去机场。从火车站坐大巴去机场要1个小时。到了机场以后，我找到了值机的柜台。可能因为我到得太早了，人不太多，只有10多个人在我前面排队。我等了20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办理登机牌了。我先托运了我的行李，然后让工作人员帮我选择了靠窗户的座位。拿到登机牌以后，我本来想
先去吃一点儿东西，但是我不太饿，就直接去安检了。现在在米兰的机场，安检不用把电器和液体从包里拿出来，也可以带水进去。我觉得很方便，但是可能只有这一个机场是这样的，因为之前我去米兰的另一个机场，还是需要把东西都拿出来。过了安检以后，我还有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就在免税店里逛了逛，在机场吃了一些东西以后，我就上飞机了。从米兰到北京的飞机是9个半小时，中间我吃了2顿饭，其他的时间我都在看电影或者睡觉。9个半小时以后，我终于到北京啦。下飞机过了海关以后，我就在转盘那里等着取行李。这个时候，我爸爸已经在机场等着接我了。取到行李以后，我到了出口，找到了我爸爸，他给我带了早饭，我们就一起回家了。